敦煌藏经阁因何事被封存？你知道敦煌的藏经阁是在清末才被世人发现的吗？而且里面还藏着大量的文物。那敦煌藏经阁为什么消失了这么长时间？又是谁将这些封存起来了呢？首先我来说说这个藏经洞发现的过程。1900年清末时期，当时敦煌负责看守壁画的道士王元禄在清理窑洞的流沙休息抽烟的时候，无意间用烟斗磕了磕墙壁，这一磕就发现这墙后面是空的。这王元禄就将墙挖开，随后大量的经卷映入眼帘，经书高达5万多件，顿时举世瞩目。而藏着这宝贵财富的藏经洞为什么会被封存起来呢？首先，第一种传说是器用说。一些学者认为，当时的敦煌确实聚集着很多高僧，很多的思想都在此处汇集，也产生了很多的思想著作，很多的书籍在此被翻阅装订，过程中可能就会产生破损等意外。而佛教又有不能亵渎圣物的说法，这些书籍无法烧毁或丢弃，所以就将那些书籍放在此地封存。而且这洞内的经书摆放的毫无逻辑，比如能将佛经和道教的咒符一起混放，又比如将晦涩难懂的官方文书和儿童习本一起混分。而且经过考察发现，这个藏经阁里确实存在大量的残破本。这就是第一种说法器用说的理论依据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乱世避乱说。经过研究发现，藏经洞里的经书出现的最晚纪年是1002年，而西夏是在1036年攻占敦煌的，所以很多人认为是西夏攻占敦煌时，教徒们将经书封存在洞里。但是这个说法有很多疑问，就比如西夏在占领敦煌之后，其实并没有过多的去干预佛教。还有就是关于躲避战乱的说法了，是为了躲避11世纪末的黑汉王朝。因为这个黑汉王朝是伊斯兰化的，在他们攻占敦煌的时候，教徒们因为害怕自己的宗教文化被清除，就选择将部分书籍封存在洞里，以保留文明的种子。但是这个说法是缺少史料支撑的。同时在2020年兰州大学的碳14检测发现，里面的所有文书都是在1002年到1014年被集中封存的，跨度时间之长让藏经的举动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有计划的行为。还有一个就是佛教供养说了，就是说佛教高僧将残存的经书、佛像等放在洞里进行供养。在中国人入土为安的观念之下，把佛像埋藏起来就是供养。这埋藏供养本身就是佛教中国化的一种反应，就像是丧葬仪式一样进行埋放。而这种现象呢，在国内其他地方也很常见，就比如将舍利子、佛经埋在寺庙地下。而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很简单的说法，比如库房改造，比如自然封存说等等。但话又说回来，当初王元禄在发现隐藏数百年的文物之后，理应是令人兴奋的事情。但无奈清王朝无能，藏经阁被发现之后，里面大量的珍贵文物都被外国人抢走，大量的文物流落在欧美和日本。现在国内的那些关于敦煌的文物，也只是侵略者打劫之后剩下的。但也因为如此，敦煌学也成了一个国际学说，因为全世界都见识过敦煌文化的魅力，全世界都有因为敦煌文物而对敦煌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强烈兴趣的人。